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亚马逊 Echo 智能音箱亏损经营。亚马逊通过其庞大规模和亏本销售策略，使其存在多年。2017至2021年期间，亚马逊设备部门亏损高达250亿美元。2022年 Alexa 部门亏损100亿美元。让我们关注 OpenStreetMap， 一个由社区驱动的平台，提供地理数据和地图，旨在减少对谷歌等专有地图服务的依赖。该平台由史蒂夫·科斯特创立，现拥有超过1000万贡献者，并已成为 Mapbox 等大型科技公司和 Overture Maps Foundation 等项目的数据来源。接下来这条，经济学家认为，针对亿万富翁的 2% 最低税率提案可能很快成为现实。这是因为富人正在挥舞他们的影响力，并获得全球财富中不相称的份额。接下来，尽管消费者财务状况恶化，但美国集装箱进口量持续2位数增长，进口预定稳定，库存水平低，运输需求高，运费处于历史高位。这表明繁忙的运输旺季可能会持续到假期季。下一条，日本股市3个交易日损失 1.1 万亿美元，创纪录。这对看涨的投资者而言，提供了一个买入2024年最热门交易之一的理由。接下来这条，巴菲特大幅减持苹果股票，或出于避税考虑。他此前曾减持苹果股票，理由是预计税法将发生变化。此外，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投资了快速增长的软件公司 Snowflake， 这表明巴菲特可能正在考虑其他避税策略。让我们关注比尔·阿克曼推出的公开交易投资基金因需求不足而未能成功。投资者仍可通过 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 对冲基金了解阿克曼的投资策略。目前，该基金约 60% 的投资集中在 Alphabet、Chipotle 和 Lowe's 3家公司的股票。下一条， Vitesse Energy 的 9% 股息收益率很有吸引力，因为对冲政策降低了原油价格下跌的风险。该公司已增加原油调期合约，覆盖了未来6个季度的 78.95 美元每桶的平均价格。这一举措表明 Vitesse 对原油价格下跌有信心，并有能力维持其股息。下面这条，英特尔宣布裁员约19000人。根据 H-1B 签证申请，英特尔最高年薪为26万3000美元，低于其他科技巨头，如 Nvidia 最高78万6000美元， Microsoft 最高31万美元和 OpenAI 平均92万5000美元。下一条，上周股市波动剧烈，主要股指经历了自2022年9月以来最糟糕的单日跌幅，随后在周内收回了大部分损失。本周可能继续波动，因有多项重要经济和收益报告发布。让我们关注，由于预算挑战，美国大学削减42个学位课程，包括圣克劳德州立大学的音乐治疗专业。这一变化导致学生焦虑和转换学校，凸显了大学面临的困境，包括联邦救济金减少、运营成本上升和高中毕业生上大学人数减少。下面这条，过去几年，股票拆分重新流行，成为投资者最感兴趣的发展之一。这通常是公司在多年强劲运营和财务业绩的推动下采取的行动，最终推高了股价。历史表明，表现最佳的企业往往会继续顺利发展。根据美银美林分析师 Jared Woodard 汇编的数据，实施股票拆分的公司在其公告后的年度平均股价涨幅为 25%， 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涨幅为 12%。 本文重点介绍了3个有上涨空间的股票拆分股票。下一条，巴西客机坠毁，62名遇难者遗体已被找到，法医已确认飞行员和副驾驶身份，家属在圣保罗的停尸房和酒店聚集，协助认领遗体。据报道，坠机时天气条件恶劣，结冰可能是事故原因之一。下一条，英国经济危机导致家庭不幸福感上升，离婚率下降，高通胀和飙升的抵押贷款利率增加了离婚成本，导致一些人推迟离婚。同时，英国整体幸福感下降，焦虑和生活满意度降低。最后这条是，市场低迷时防止情绪化投资的3种策略：找人监督、回顾财务目标和制定全面计划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